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死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22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袁绍正式的向曹操宣战，甚至还写了一个檄文。那双方呢势必会展开一场大战啊。那我们也在剧情当中看到了，袁绍呢他因为种种的原因啊，迟迟不出兵哦，就延误了他的战机啊。那曹操呢就有机会去袭击在徐州的刘备。那我们也看到刘备最后呢，因为夜袭的失败，就跟他的结拜兄弟们呢走散啊。我们不妨呢花一点时间来好好回头看一下袁绍这个人哦，他当年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就错失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战机呢？好，那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节目讲到现在，袁绍很常出现嘛？是啊，是啊，是啊。而且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时候，袁绍的实力往往都比曹操更加的雄厚。那本来他是有机会击败曹操了，那他到底错失了哪些机会呢？我认为他第一个错失的良机就是他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战略。曹操他为什么后来可以开始逐渐脱颖而出？就是底下人有建议他嘛，奉天子以令不臣，掌握汉朝的正统话语权，谁敢违抗曹操，等于你违抗汉朝。那很多亲汉人士就不会想要为敌方效力。袁绍原本有没有机会抢先夺得汉献帝呢？有的，他底下也有一名谋士叫做沮授，他就有提说：且今周臣出地，夷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谁能御之？简单意思就是说，现在袁绍你已经基本在北方占有一块地盘，你已经够稳固了。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赶快去把汉朝天子给抓过来啊！挟天子而令诸侯啊！你抢到天子，全天下谁能够抵挡你啊？这么美好的一个战略，袁绍当时心不心动啊？袁绍有想过说，讲得很有道理耶，就要想办法把这个汉献帝给接过来。但此时其他的谋臣就跳出来说，不对，话不是这么讲的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把皇帝接过来之后，请问大家以后是听皇帝的话呢，还是听你袁绍的话呢？如果大家都跑去听皇帝的话，你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放弃了可以统御部下的话语权吗？袁绍一想就说，也有道理耶。后来就决定说，那我就不要去找这个汉献帝好了。那除了沮授有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谋臣叫做田丰，他也有提说以早图许，奉迎天子。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啊，曹操掌握了那个天子，把他驻扎在许都嘛，对不对？我觉得啊，你应该趁机派兵去偷袭许都，把天子给抢过来，这个是最好的计策。不然我担心你未来会有危险呐。结果袁绍什么反应呢？不听，还是不听。为什么不听呢？这就要牵扯到说，其实袁绍跟这个汉献帝是有旧怨的。什么旧怨呢？汉献帝你还记得是谁把他给推到天子这个宝座的吗？董卓啊，没有错，是董卓嘛，对不对？当董卓说啊，这汉少帝就是训啊，就是废啦，那就把他给废除掉，就立了汉献帝的时候，还是强调一句话，这个少帝跟献帝都是后世给他们的封号，没错，不会在当时说我要找汉献帝来当皇帝，所有人会说哈，你在讲什么东西？这是大逆不道啊！甚至这个是你搞错吧？这是死人才会有谥号的，好不好？好，我是因为叙述的方便，所以才在这边做一个简化的功夫啊。好，重新说回来，那当时关东各地的诸侯去讨伐董卓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要说，哎呀，那个汉献帝是非法拥立的，我们才不承认他是正统的皇帝。谁才是正统皇帝？那个被废掉的汉少帝才是，那个汉献帝是假的。谁喊最大声？袁绍喊的最大声，甚至后来汉少帝死了，哇，那可能就会想说，少帝都死了，那就只剩下汉献帝了嘛，对不对？那你们不是也得是啊？结果袁绍还喊说，没关系，如果汉少帝过世的话，我们再找其他的汉朝宗室出来当皇帝。哎呦啊，那个幽州刺史刘虞哦，他的品格非常好，知名度又很高，就他啦，就他。你看看袁绍是2度反对过
汉献帝的权威的。所以你就想想看，一个以前曾经喊说啊这都是假的，不要听他的话，结果把他给找过来之后，汉献帝对他有什么想法？就会觉得说啊，你以前都说其他人是正统，我就不正统啊，那你现在要我怎样啊？所以才会出现为什么会有其他部下跳出来说，哎呀，万一汉献帝跟你讲不一样的话，那大家是听汉献帝还是听你的？你要是敢当面违反皇帝的权威，你反而是最早暴露你野心的那一个，你根本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啊！所以我猜这是为什么袁绍甚至后来都看到曹操拥有的天子发展的如此迅速之后，都不肯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如果今天是汉少帝有多棒，我就直接把他给抢过来。无奈那个汉献帝，我已经批评他太多了，现在已经覆水难收了哈。那这是我觉得袁绍第一个错误，他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那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集电视剧演到，当袁绍跟曹操表面上真的已经撕破脸了之后，双方要开始大战了嘛。其实战况对曹操是压倒性的不利，除了本身国力就比袁绍弱之外，曹操我说过他的地盘是靠近中原地区。是啊，什么叫做中？就是你位于四周的中央地带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周遭全部都是敌对势力啊，你可能不只是要面对北方的袁绍，你还要面对谁？江东的孙策，是你要不要预防一下？南方的刘表，你要不要预防一下？是甚至在西边的马腾、韩遂，你要不要预防一下？其实是左支右绌的状况哈。这个时候，偏偏好不容易曹操讨伐下来的徐州，又被刘备重新占领了，哇，那这样子破口就更大了哈。这个时候，如果袁绍积极配合刘备夹击曹操的话，那曹操有可能是受不了的哈。事实上，有没有人提出这个策略呢？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田丰又跑出来了哈。田丰对袁绍是这么说的：“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就是以后会跟你争天下的，就是这个曹操啊。幸好这个时候曹操做了什么事情呢？东击刘备。我看啊，一时之间他是不可能那么快打败刘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做什么事情呢？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网而定。就是你赶快趁曹操的主力部队去讨伐刘备的时候，你去攻打他的大后方啊，你这样子你就可以一口气解决掉他啦。结果当时袁绍怎么反应？袁绍就说：“我的小儿子病重了，我心神不宁，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哇，那田丰整个俩攻，他就直接拿那个拐杖去打那个地面，就说：“因为一个小儿子而放弃争夺天下的机会，多么没有出息啊！”请问一下，你是袁绍，你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大逆不道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啊？对哦，我是领导你在前面做那么激动的动作，说这个家伙真是个白痴啊！你还有没有礼貌啊？是啊，我们在职场当中都知道嘛，就是你不能去对你的主管说这些大实话。对，你委婉的说大实话，主管都要不开心了，何况你要那么激动说，主管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告诉你，主管有没有病？他自己知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但你会不会遭殃？大家都晓得。等一下，你刚刚说在袁绍面前说大实话的是田丰，对。可是，在电视剧里面，他是不是就把田丰这个角色换成许攸啊？对，其实这部电视剧帮许攸加了超级多的戏，包含许攸也曾经提过说什么啊，你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有没有注意到？是谁提出来的？是沮授跟田丰提出来的。是啊，好，所以许攸在天之灵，他应该会说：“哦，我喜欢这部电视剧。”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厉害。那说回来，其实曹操去征伐刘备的时候，他底下也有人就说：“我们现在主力军队去打刘备，万一袁绍偷袭我们怎么办？”哎呀，精彩了哈！曹操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曹操的主力部队是去打刘备嘛，对不对？就连他自己都曾经怀疑过说，我是要速战速决没有错，可问题是，万一我打刘备的过程当中，突然袁绍出兵攻击我，那我该怎么办？就在那个曹操都还有点疑惑的时候，他底下有个很著名的军师叫做郭嘉，此时就有跳出来，就告诉曹操说：“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兴起，
众心未复，急急之必败。什么意思？就是说袁绍这个人啊，我太清楚他了哈，这个家伙啊，那疑心病很重的哈，他就算想要攻打你，他也会怀疑一大堆，所以到最后他出兵速度一定不会那么快。反而是这个刘备，你要注意，刘备他虽然夺取了徐州，但是他现在没能够掌握住徐州的人心，因为才刚交换政权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时候赶快去攻打刘备，我们是有机会速战速决的。你不要疑惑了，赶快去攻。曹操就有接纳郭嘉的主意，果然最后成功的击败了刘备。那刘备到最后只好落荒而逃去投靠袁绍，而袁绍也因为就是我小儿子因为生病的关系啊，我好紧张啊，而错过了夹击曹操的一个最好时机。我觉得这是他第二个犯的战略错误。那有一就有二，有二很不幸就有三，竟然还有第三个哈。第三个就是后来袁绍就跟曹操正面冲突了嘛，对不对？此时有人就建议他，谁呢？又是那个智者沮授，他提出了一个战略叫做持久战。沮授对袁绍说：“晋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库无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是比曹操还要强大，但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刚打败完公孙瓒的。好，虽然说吞并了他的地盘，但其实我们也是伤筋动骨。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不要急着去攻打曹操，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呢？沮授这么说：进屯黎阳，建营河南，易作舟船，善修器械，分遣经济，超其边鄙。什么意思？就是你先把你的军队移动到距离黄河很近的黎阳这个地方，让曹操觉得说，你是不是要对我做些什么？这个时候军事就会开始升温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又不要立刻渡过黄河去速攻他，你应该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首先你要开始修筑你的船只，这样子你才可以渡河作战嘛。是。那修筑船只的同时呢，分遣经济，派一些小股的机动部队，不断的去偷袭曹操的边境地带。那曹操看到有人入侵，他一定得反应啊，不断的反应的结果，曹操就会被我军弄得越来越疲惫。本来他的国力就比我们弱，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对峙下去，曹操一定越来越弱，我们的元气复苏之后，再给他致命一击，到时候必胜无疑。你觉得这个战略怎么样？哇，我觉得这个战略超级有现在很多冲突地区的即视感的，有很多那种国界上面那种分得不太清楚的那些国家，他们不是都会互相对立吗？是有时候不小心过去，然后揍你几拳，然后后来又退回来那个国界，都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国界上面做一些骚扰跟冲突嘛。对甚至还会有在边界原本只是做军事演习，后来就入侵人家国家了嘛。是都有这种案例啊。对。结果呢，袁绍又有其他的手下开始说话，他又怎样啊？袁绍的其他手下是说，兵书之法，实为武功，就是说《孙子兵法》曾经有讲过说，实则为之，你的军队人数是对方的10倍，你就可以尝试着包围作战。那你的军队数量是对方的5倍，你就可以直接正面进攻。顺带提，后面还有写说什么倍则分之，就是你的军队如果人数是对方的2倍的话，你就可以尝试着利用2倍的军力拆开对方的军队，然后集中你的优势，击破它。简单来讲，孙子兵法就会认为说，在不同的数量的情况下，你要如何作战。那袁绍其他的手下继续说，今以明公之神武，连河朔之强西，以伐曹操，今不时取，后难图也。就是以你这么精明神武的主公，携带着河北这么丰沛的资源，你这个时候不速战速决，你等到以后曹操恢复实力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攻打他了。其实这一段电视剧也有人提到这个事情，他是透过袁绍自己口中是说，你叫我慢慢恢复，我恢复，曹操也在恢复啊，你怎么能够确定对方会不会有可能恢复的比我更快？这有没有道理？你觉得？也是有道理嘛。反正我觉得袁绍的想法应该就是你要打赶快打嘛。对，袁绍他也是支持所谓的速战速决派。是。那其实不只是沮授有做过建议，还有另外人也做了同样持久战的建议啊，你要不要猜看是谁？该不会是田丰吧？没错，就是那个当面呛老板的田丰。他其实也有告诉袁绍说曹公善用兵，
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曹操他很擅长用兵的哈，人数虽然少，但你不可以轻敌哈，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用四周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减其精锐，分为骑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就右则击其左，就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注意他是告诉你说，你既然已经拥有河北这么多的资源了，你就持久作战啊，但是也不是说你就完全不去攻打他，你就也是一样怎么样骚扰人家，对啊，你就去攻击人家的右方嘛，人家来救你就去换攻击别人的左方嘛，这样一直搞来搞去，对方就会很疲惫嘛，对不对？那袁绍呢，当然就是还是不接受了哈。事后曹操听到这个主意就说：“袁绍你但凡听到哈，我都完蛋了哈。”就是这个战略是连敌方的曹操都极度肯定的战略。是。那讲到这边，叉叉 Y 你会不会好奇说，对呀，连曹操都肯定，那为什么你袁绍就是不肯采取的呢？对啊，那这一段他又是因为什么样子不出兵呢？好，我个人觉得，可能这边隐隐然透露出袁绍这个人有他的骄傲存在。有没有注意到反对持久战的手下，他一开始上来是先说什么？除了告诉你说兵书之法实为武功之外，接下来就说什么今以明公之神武，就是我们伟大英明的袁绍啊，开头先捧你这个上司啊。那我们先不讲田丰前面已经有大骂过袁绍了，是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曹公善用兵，就是对方的老板很厉害，你去捧人家的老板，对啊，捧自己的老板，对啊，你就想想看，为什么袁绍愿意去听某些人的话？就是老板你那么英明神武，再加上我们这么有优势，你乘胜追击，一定可以获胜。老板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哇哦！我觉得可以耶。另外一个手要说，老板对方公司非常非常强大，对方的老板非常非常的英明。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不要那么快出手，就算员工讲的，其实员工也没批评老板啊，但是隐隐然有一种就是对方那么厉害啊，你过去啊，对啊，那为什么你会在这边？奇怪嘞，对方厉害就代表一件事情，我不厉害吗？我不厉害吗？你给我回答清楚，回答我。就大概是类似这种感觉，内心戏啊，内心戏。何况不要忘记，田丰前面已经有呛过袁绍了。话说到这边，有没有突然觉得很感慨？袁绍有3次机会，都很有机会可以 KO 掉曹操，结果他一次都没把握。是啊，那你要注意当你一直不把握机会的时候，那就换对手来把握机会了。不过你刚刚说的这3个错失的机会啊，我觉得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刘备啊，因为他毕竟是驻守在徐州这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嘛。那我就有一个花里胡的猜想啊，就是想说，那如果当初刘备他不跟曹操分道扬镳，他一直持续在曹操底下做事的话，那会不会今天的这个战局会有所改变呢？我觉得会，因为曹操他其实去攻打徐州的刘备，我说过嘛，他是冒风险嘛，是啊，他自己也不敢肯定嘛，对不对？甚至如果袁绍他突然理智再现的话，他就真的攻击啦，那你曹操就然说好的，我就不攻打刘备，你也很吃力啊，是啊，因为你等于说，万一刘备这边恢复对徐州的统治，突然来夹击你曹操怎么办？所以这个徐州的刘备真的是当时战场当中的一个活棋，你袁绍如果去帮助，就会压倒性的对曹操不利。相反的，对于曹操来讲，你不赶快收复徐州，你未来可能连抵抗袁绍的资本都没有。所以你刚刚问说刘备这个徐州是否有一个很关键的地位，我觉得的确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分析了有关于袁绍他在面对曹操这个劲敌的时候呢，他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啦。那我们也分析了当中有很多的原因哦。那听完我们的讲解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